收看关键时刻，玉凤，现在关于师大这种人体实验案件，大家都觉得说不能再等了，尤其是检调，你现在就赶快进去。为什么要赶快进去？你看到台师大的声明已经讲了，他要把抽血资料销毁掉，这代表一件事情，包括了相关的资料，包括了相关的 data， 甚至什么。它如果里面还有留着血液的话，也要来做一个销毁。而现在我们刚谈这么多，所有事情已经这个星火燎原了，一个料直接爆了出来，是谁抽血的，血去了哪里，这些都还没有答案之前，检调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在台湾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国家顶级运动员竟然被逼了1天照3餐来抽血，而且呢，要训练前、训练后、跑完体能之后还要抽血。而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有人踢爆过，已经有人来告诉大家了。但是呢，学校有理他吗？学校没有理他。检方有理他吗？检方也没有理他。检方没有理他。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把这事情理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发生事情之后呢？现在台师大只讲了一件事情，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血跟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的研究不需要这么多的血，甚至呢还讲到了一个重点，要销毁。那你为什么现在要销毁？你看这些小朋友、这些学生被插到都已经这样针这样插到都已经哭了。然后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觉得它没有违法吗？其实很多网友已经看不下去，就直接告诉大家说，资料销毁就是在湮灭证据吧？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急着要销毁你的资料？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现在画面出来之后呢，你觉得检方应不应该要赶快去侦办？当然要，赶快要侦办。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对检方来讲太好办了，一点都不难。第一个，这些人去抽着血的是谁去抽血的？是医事人员吗？是有消防医护证照的人员吗？看起来不是吧？不是，是医师吗？也不是吧？你看哦，他们的那个绑水那个止血带，竟然绑在衣服上面啊！你知道怎么止血？然后呢，弄来弄去，甚至呢，很多已经消毒过后，结果呢，又已经弄脏的手在那边擦来擦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要进去查。一定查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检方来讲，第一个，你医师法有没有问题？一定中的嘛，你就不是医护人员，你怎么可以去做侵入式的一个抽血行为？所以他完全不用等到别人告发或怎么样，检方马上就可以立案，马上就可以去了解这件事情了，完全不用等告发，你知道吗？司法警察只要发现问题有违法之余，就可以直接去介入。而今天来讲的话，同学已经出来开记者会了，同学已经来上节目了，然后呢，影片已经出来了，影片出来都已经拍到小朋友哭着被抽血，然后呢，抽他血的这个手法，一看就知道不是医护人员。所以这些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要谁去查？去检方去查。好，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种违反医师法来讲的话，至少就是3年以下。好，3年以下哦。然后呢，你要违反人体研究的话，那还有其他的行政，这是500万以下的一个罚金。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重点是教练有没有这个问题？教练有没有用他的权势？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抽到流眼泪还继续给你抽？因为我没有抽的话，我没办法毕业的。这就是强制法，这就是强制罪。你用不强制罪，不是说你今天要走，我不让你走，我抓着你这种物理性的强制罪哦。你今天用你的权势，然后呢，你要求人家，尤其是现在台湾真的是人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求每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学生。违反他的意愿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强制罪。那强制罪也是3年以下。我告诉大家，你只要有一个医师法，有一个强制罪，你可不可以立案？你就可以立案。可以立案。你立案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查当初到底是谁抽的血。然后呢，就像简同学讲的，抽完血之后呢，把它血清分离之后呢，又有人把它拿走。拿走的人是谁？拿走的人是谁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去哪里去了。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啦，你这种运动生化的检测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管血。你在其他的教授已经讲了嘛，你就是用耳垂的血，或者是用指尖，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这个擦一下，一滴血就可以。如果你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出来说你运动前、运动后的生理表现，那就没问题啦。你说他是如此的大费周章，抽完血还要再给他分离，你分离如果不太够的话，还要再抽一管血。所以重点就是说，现在检方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呢，用医师法或者是用强制罪进去查。进去查之后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线头。当你有办法立案之后呢，你就有办法把这线头拉出来。把线头拉出来之后呢，我们很好奇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要找我们国家顶级运动员要抽那么多管血，而且呢连续10多天，1天3次，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需要的量是非常大的。对。那如果今天台师大告诉我们说，
这些论文的资料跟你抽血的量是不符合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抽到这么多？抽到这么多，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抽到这么多就表示说他有需要这么多量的血。而这么多量的血，你知道吗？你对我而言，我们对他们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被抽血的是国家顶级运动员。如果今天跟生物医疗有关系的话，跟生物科技有关系的话，你只要弄到一点点能够延迟老化，哇，就发达了就发达了。为什么会延迟老化的研究会这么困难？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血提供出来。我跟你的血一点都不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长相平庸，读书平庸，运动表现更平庸，我们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的血也没有意义。而国家顶级运动员的话，他为什么他的运动表现可以优于一般人？他的血才有意义，他的血才有价值。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些东西是有道德风险的，他的血一般根本拿不到。台湾是不允许拿钱去买血的，台湾是不允许拿钱去做人体实验的。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今天有这个研究计划，然后呢有这个老师，我们不是说这个老师跟这个一定有一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查的一件事情就是台师大，你不能够销毁这些东西。你检方进去查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抽丝剥茧，我们要拉出来说，到底这些血送到哪里去？如果有送到相关的一些机构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说，那为什么要送到这些机构去？如果送去的话，你就要查清楚它到底它的用途在哪里。所以玉凤，我们知道去年11月的时候就有立委来告发，但是我们检方完全没动作，直到已经7月份了，现在检方一定要进来。为什么一定要进来？因为我们把每一篇的贴文把它放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每个学生都太可怜了，可怜到怎么样？他们连晚上要抽血的前一天都还会做噩梦的。到现在呢，对于一些相关的事情，他们都还会吓得皮皮喘。你看到哦，他甚至呢还有跟爸爸讲话的，跟爸爸讲话的时候，他爸直接跟他讲说啊，你就不要去跟老师、跟教练闹了哈。等到他爸完全发现之后，才发现爸爸真的错了，原来我女儿现在过得这么的惨。爸爸收到调查报告看完以后，他哭着跟我说呢，对不起，爸爸不知道你在学校kill人欺负行安呢，都怪爸爸没权没势没背景，才被人家欺负这么久，不敢为你出声。我就在想，你现在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现在在台湾，如果你像这个爸爸讲的，你只要没权、没势、没背景、没背景，你的小孩要在学校被人家抽血当血牛，然后这些血液还不知去向，我真的觉得难以想象。然后还有这个，你知道吗？学生讲的我真的很难过。每一次针筒插进手臂的时候呢，都会偷偷的握紧拳头，把眼泪忍下来。我知道不能喊痛，一旦喊了，别人就会说我太夸张、太脆弱。这个就是霸凌，你用权势去逼小朋友抽血，对，然后呢，你还去跟他讲你太脆弱，从头到尾这都是违法的，从头到尾就不应该由不是医事人员的人来抽血，从头到尾你就不能够把这些学生国家顶级运动员当成血牛。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再告诉大家太夸张、太脆弱，你这个不就是欺负他吗？所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我很高兴，终于大家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了。对，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觉得一次要把它讲清楚。为什么都要去弄怀疑这些学生？然后甚至你看哦，学生已经吓到没办法好好睡觉了，因为什么？压力很大，一想到明天起床又要被抽血，面临抽好几次抽不到血手臂的情况，要抽手你抽不到血，要抽到手臂好，晚上也睡不好，吃不下。我在想，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你加上这个的话，再加一个伤害罪，这个刚好再加一个伤害罪，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医师法，你不是医事人员，你不是医生，你不是有证照的医护人员，你去抽血，这违反医师法。你抽成这样子，这不是伤害，什么才是伤害？这又是加一条伤害罪。所以呢，你知道吗？当这些小朋友他满怀希望进入师大，面对的是这个样子，不能好好练球，不能好好读书，然后呢被当人体实验。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不是二战的时候德国最后被人家诟病，觉得人类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哇，现在在台湾，在学校竟然发生这个事情。如果检方调查进去的话，不管怎么样，还老师清白也好，或者是查清楚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疑虑也好，你不可能不清不白让学生遇到这种事情吧？所以我觉得检方一定要赶快介入调查。宇轩，为什么现在检方一定要赶快介入调查？我们刚刚讲哦，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如果今天相关的单位把资料销毁了，今天把这个血液的样本、血液其他或者是其他的血液也直接丢了，
你未来要查什么你都查不到。另外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非常多次他们在抽血那个画面，我们只看到了这一些可怜的女足的球员的脸，包括她哭泣，包括等等。但是我们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帮她抽血的，竟然是她的学长。赵友，我跟你讲哦，我刚刚非常认真的把整个他们学校的调查报告给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我瞠目结舌。为什么？我提出几个问题哦。你刚才问到的是抽血的人是谁？哦，这个是根据这个所谓的假尸，也就是在整起案件里面的当事人的这个教授也好、老师也好，他的供称说一个叫做是以前的学长啊，已经毕业的学长啦。对，哦，那另外一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啦。哦，那再来还有第三个，他自己供称说他是前台大护理师。哦 ，OK， 这全部都是那个叫做这一些人做的。对，他是他供称。对，但我跟你讲更离谱的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声称说啊，这个是为了做学术研究的目的。对，但不对啊。第一件事情哦，台师大已经出来讲了嘛，说跟这个教授的论文康 K 奈无关。2024年这个教授的论文叫做《运动科学资源介入对女子足球员预防运动伤害及提升运动表现》。他说跟这篇论文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性。好，那肯定是跟国科会有关联性的嘛。就我去看国科会的，也不对啊。国科会叫做透过可穿戴测量平台预测精英女足球运动员的体育表现，穿戴装置的。对，然后我把它整篇他的研究的方法架构我看清楚了嘛。唯一只有一个有可能性哦，就是他要去测量到这些女运动员的身体素质。OK， 所以只有这个部分可能需要采样到所谓的血液。所以我刚才特别在跟我们简同学确认，我说他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他里面的整个报告写得很清楚，他说有。他们怎么样测试呢？首先你起来之后，他先把你的手这边哦抽一管嘛，5到8 cc， 对，5到8 cc。有些人说一天被抽2次，这是第一个哈。但是呢，开始他进行他们所谓的测试，进行什么测试呢？比如说什么罗浮堡运动 ，OK， 反复的运动啊，比如说有一些有的没的，弄完之后呢，他会定期的在用扎针。所以刚才玉峰讲的是对的，扎针去测量说你身体的是目前的血氧、疲劳程度跟状态，有扎针。好，那这时候我困惑的事情来了，你后面那个扎针我没意见啊，对，你后面那个扎针符合你的研究基础啊，但你前面抽那一管要干嘛？抽血？对，你抽那一管那干嘛啊？那你为什么前面要抽那一管啊？因为你要求他的运动表现，你是从后面那个扎针嘛。对，所以我现在提出几个问题哈。所以如果跟你老师的论文没有关系，国科会那扎针就可以，那我就再问嘛。跟大家讲清楚嘛，你到底抽那一管血要干嘛嘛？不然我们很困惑啊。那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吗？因为从头到尾他们都不跟学生解释。我看了每一个学生的说法都是，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测试什么。每次问就说什么疲劳测试吧，然后也看不到报告，也没有任何引导，也没有跟我们讲说要干嘛。就是早上起来之后，然后抽一管之后开始乒乒乓乓，开始在那边跑一跑扎一下，跑一跑扎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就这样把一整天这样乱玩，都在做实验。然后你知道更扯的是什么吗？刚才你讲说是学长对不对？对，学长帮他抽完。对，然后有学生哦自己拿着那一管红色的，然后去跑我们讲的分离机，自己去跑，自己放到分离机里面，然后旋转，然后分离出血清来，然后再冰到冰箱里面去。你叫人家自己叫前学长帮他抽，然后自己抽到自己的血之后，自己拿去分离之后是拿去冰箱冰，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叫学生自己弄，你都不要讲别的啦。不要跟我讲什么国科会啦，这东西一定不会合法的嘛！这全部都在乱搞啊！那再来，我要跟你讲一个更悬的点，好不好？他老师的论文是2024年啦，对，国科会计划是2023、2024、2025啦。但那我就很好奇了，啊，你2017到2023、2022啊，2017到2022你是抽什么意思的？这是什么论文啊？你说他可以回溯去查那些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你现在相关的计划可能都还有，那你之前在搞什么？对啊，你跟我讲计划是2023年开始的啊，老师的论文是2024年啊，还是你老师论文写7年？他不对啊，你跟我说跟老师的论文没关系啊，我相信嘛。但你现在跟我解释好不好？台上你跟我解释哦，就很简单，你2017年到2022年在抽什么意思的嘛？那些血拿去干嘛啦？莫名其妙啊！但你要讲后面的这些测试，那也是2023年才开始的啊。那前段那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想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他们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是，看了于心不忍哦，因为他不是说你想象的抽血而已，他是一整个寒暑假，他要先抽完，做完运动之后还有什么泡冰水，
然后还要什么测脑波，甚至有一个学生说，我只想跟家人出国，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被臭干，不能出国，他寒暑假因为说14天不能够断掉的。对，他说你还想出国？你就在给我做实验，那这样把他骂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是整个你要想哦，连续4年，每年寒暑假都这样玩，然后这样弄，然后呢，整个我们讲如地狱一般。所以难怪，因为你如果只听说抽血怎么会离校啊，你会没有办法理解那整个 pattern， 你不知道没办法理解整个蓝图。你要理解说，他每年寒暑假都要这样弄，而且他们老师跟他们，你可以仔细去看他们的所谓的这种威逼或施压的方法哈。那个是高压高压统治所以才没有学生敢含扣对不对？那最后我就看了莫名其妙，那老师他是不是全部学生是因为那个老师，所以才进行这样的事情嘛？对。然后老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血液干嘛的，我也不是专长那个就被别的那个其他研究的人拿走了我都不知道那大手一挥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在抽什么你老师叫他抽了，你也不知道他在抽什么抽血的人也不是专业的人，还有前学长冰到冰箱里被人家拿去之后，到底做什么也不知道。这到底在搞什么啊？赶快查的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吧？这个来龙去脉啊！对啊，我们在台湾吧，所以我跟你讲我都没有讲是什么前提，我现在就是一个答案很简单，你跟我交代清楚，从头到尾你弄这么大一出，把这些学生遮人到心里都有阴影又有创伤，到底是图的什么？全台湾都在问。好，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谈那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简同学你的故事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揪心，尤其是什么？现在大家定调说这是一个霸凌案件，但是问题点是什么？他们不是有提到一个学伦会吗？那学伦会报告，你说你压根都没有看过，这也就算了。你说连被询问也都完全没有。对，到目前为止，当初声明爆出来之后，学校承诺会成立2个调查小组，一个是针对霸凌的，另外一个是针对学术伦理方面的调查。那我们这边只有接收到霸凌相关的调查，因为霸凌呢是教育部人才库里面选3个人来成立独立调查单位。那学术伦理部分目前还是台师大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在做调查。那他们在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说，有人说哇，这个事情严重，那应该要电访学生。那这个师大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就回应说，我们已经完成电访10位同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一位同学接到电话访谈。等一下，台湾师大说，他们说电访10个人，然后你问你身边朋友、你的战友、你的同学，没有人接到电话，没有人，那这不是假的吗？对，我们目前是这样觉得。那这个霸凌事件调查呢，像昨天师大的声明发出来，他说已经收到霸凌委员会的调查建议，但是他说他们还在进行当中，只不过根本不是进行当中啊。如果是进行当中的话，那请问我6月23号收到这个结案终局报告是什么？他们早就已经结案了，这是我的管理员帮我写上的，6月23号收到的。这份公文呢，里面就写好了调查的决议，他们决定的终局处理方式。那为什么昨天台师大还说还想要包装成目前事情还没定案？他们早就已经定案了，已经决定要把处分减轻。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呢，学校的主任有非常积极的在联络我。那他的表达，我还问他说：“主任，你一定是3级教评会其中一员。如果你真的有看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写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可以就让教评会把这个决议变得这么轻，处分变得这么轻？”主任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调查报告啊，我就觉得很荒唐。如果你今天中午要吃饭，你好歹也要看个菜单再选。那为什么教评会你们可以不看过任何调查报告，就擅自把处分减得这么轻？那你就是藐视这调查报告啊！今天他们在记者会上面回应说，我们的教评会是依法来做出决议的。那你说你依法，那难道霸凌委员、独立的调查委员调查出来做出来的处分不是依法吗？所以从一开始，你说他们就感觉是在压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没有站出来讲话，甚至你已经收到，你说你6月23号你就收到，他们还想压，然后甚至呢，他们连在挑选相关的人等进来这个讨论的这个委员会里面，还有挑选过人的一些不相干的人等是不能够进来的嘛？对，
霸凌调查委员呢是教育部人才库，他们有编列一个人才库。那这次是因为是独立案，这个案件要中立嘛，所以就从教育部的人才库找了外聘委员，所以这3位跟台师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他们做出来的调查报告肯定是很中立的。那调查报告也显示了，都是符合实情的，我们都很认同这份调查报告，也做出了我们认同的所谓的解聘加上停聘2年这样的决议。那为什么这个决议进到了学校3级教评会的处理，又会变成我们觉得太重了，那减轻点吧？那为什么减轻？报告完全进到台师大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变成另外一个版本了，所以它完全没有用。对啊，那我们在做报告、做调查，意义何在？或者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他们是寒暑假一次14天，一次14天。但我们刚刚简同学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一件事情：暑假夸张到怎么样？7月或8月如果长一点，是14加14，是可以实验到28天这么长的一个日子。我跟你讲其实这样算下来那个大学4年寒暑假都14天，也等于1年28天。你知道他把这个学校念完，他身上要被抽338管的血，还是336管的血？336管的血，每一管他说大概是我们就用10cc 来算好了。要被抽3000多 cc 的血，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学位拿到。我都不敢相信这些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而且我刚看那个调查报告，我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因为他们就会痛，他们会觉得到底为什么？对，他们会跟老师说：“老师，那我到底为什么要抽这个？”你只要敢问老师，老师马上就跟你避避，然后直接就说：“我现在剥削你了吗？叫你抽血管就不要吗？”然后甚至直接说：“帮你退学啊！”他们的那一些你看，我真的看到真的是，他说，因为他们要那个老师，他们也要去其他县市去招生嘛。那因为台师大只要是这种那个足球员都要被抽血的这件事情已经传出去了，老师更小灯秀气耶，他竟然还跑来骂他们嘞！你们小朋友都要抽血，然后老师又说，把大家集合起来，把门关起来，谁以后敢再讲实验的事情，看看叫你们抽个血怎样？14天而已，怎么了？剥削你们是不是？抽你们机关血怎么了？不是人家拿那个学位是要拿336管的血，这样算起来都已经3000多 cc 的血跟你换的这个学位你有把人家当人吗？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抽抽看？老师直接讲什么？这个话听起来真的每个都可以告他。不要再跟我讲了，我真的太好意了。要把你大3、大1、大2的时候就应该要把你退学了。我凭什么大一要让你去交换啊？你凭什么啊？你利用了足球队的资源做了多少事情？你做了什么？休学区深造要干嘛？要做你要做的事情。球队要你做什么？就你一个人，别再跟我说了。简同学，你如果那么厉害，重考啦。讲成这样，人家要重考，人家去念硕士，怎么了吗？好。你知道我看到简同学讲的这一段，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同学多勇敢。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们体育系的在师大这么好学校，大家都会笑我们体育猴，我们就是猴里猴气的。体育竞技系的都笨蛋。甚至说，我们都进师大的时候，通识课分组，大家看到体育系、竞技系的都会自动闪开。好不容易争取到我可以跟大家平起平坐的机会，那是所有师培生去抢的，我抢到了，但是去不了。为什么去不了？因为他们老师不让他去。他申请了3、4个这么好的学生，结果你竟然是阻碍他发展。我都不理解你这个老师，你到底是在当什么老师？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拿这些学生的生杀大权，你不听我话你就滚，你不听我话，我不让你有毕业，你到最后只能变成在所谓的饮料店工作上班。有5个同学，刚刚简同学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已经导致有5个同学离开。5个同学原本有机会成为我们国家级的运动员，5个同学一辈子从小练足球练到他本来有一个体育系学生毕业的美好的将来。5个同学因为你这个老师抽血把他们当血牛，不把他们当人，
离开非常好的人生规划。我觉得最恶心的一件事情是，他还威胁，你知道他说什么？我做这些实验都是为了你们好。一个老师以我是为你们好之名，但是事实上对同学做出连续4年抽出336管，要抽出3000多 CC 的血才让你毕业。这个人是老师，这个人是人魔。我觉得这整份报告没有那一些刚说没有看过，是不是？你们仔细看一看那些什么做出这个老师只是停止什么2年教学，你们看一看，你只要想。这个 A 学生，这个 D 学生，这个 E 学生，这个 H 学生，如果是你家女儿，如果是你家孙女，你会觉得没关系？你会觉得好，老师处罚2年不教学就可以吗？先要当一个老师之前，我觉得应该先当个人吧。怎么会让这些优秀的体保生抽了3000多 CC 的血才能毕业？或者这份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教育部的独立的审议小组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惩处，结果没有想到，就跟同学讲的一样，这份报告一拿去台师大之后，看一看，完全没有照着走。我觉得非常夸张哦，就是教育部的独立调查小组所做出来的是说，这个老师要解聘，而且同时建议2年不得聘为教师，我都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缓和了。没有想到最后台师大做成的决议竟然是什么？对于这个周姓的老师处以不予以晋升啊，不予以加薪啊，不得超授钟点呐，然后不得在校内校外兼课啦，不得申请留职留薪出国研究或进修啦，不得担任校内的一个教评委员或者是行政学术主管呐，然后1年内，天哪，不能加薪，然后不能去领钟点费，然后不能说，你这听起来你有觉得有惩处吗？完全没有惩处啊！所以我不知道台师大是轻轻的放下吗？真的是轻轻放下。我觉得台师大现在是也有人在包庇这件事情吗？台师大是不是明明知道这老师进行这所谓的抽血行为是违法的，还在包庇？不然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荒腔走板的决议？我觉得这个3000多 CC 的这个血在血肠我觉得真的台师大要给一个答案。瑞德，今天晚上台师大又做出了最新的声明，我把这声明看完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很多事情外界有误解，还有什么学生是有误解。为什么他这次又要再发第2次的声明？现在整个事情已经烧起来了。对，没错，学生有误解的原因是因为要先查一下你台师大有没有包庇。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子嘛，7年了嘛，对不对？7年了耶。如果你台师大那么台师大的这个体保科里面呢，你在入学申请上面挂号限每天要抽2管血才可以加入，我就没有意见。你在入学申请上面直接挂号，每天一大早要抽2管血嘛。你当时在申请入学限制里面的条件有这一条吗？没有。还有，我不太了解，既然如果你是跟国科会合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 case 呢，那么你要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女运动员，那她每天从起床了以后呢，每天的变化、运动、操练，然后她的变化等等，要去从里面血液分析各式各样的分析。为什么要7年？照理来讲，一个学期、1个学年也够了吧？或者是同一个等于说相关的运动员，为什么要整整7年呐？对，你到底要这么多管血要干什么？我讲坦白的，一直抽，他们是白老鼠实验白老鼠，我不管你在干什么啦。今天你台师大跟这个周老师如果站得住脚的话，就不需要把他给解聘1年，然后就不需要写那个道歉信了嘛。你如果全部站得住脚的话，光盘下来，情理法都站得住脚的话呢，你台师大大家可出来讲说，我没有错，周老师可以出来讲说我没有错，不就好了吗？对，为什么还要处分嘛？处分表示你们有错，只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发现台师大家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要盖过去，要混过去嘛。他现在态度不就这样吗？对，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家都是误会。是怎么样？第2次出来 say sorry 之后，赶快还是什么？赶快把资料给销毁。跟各位报告啦，7月17号，我当社会记者39年啦。像你们台师大这样的一个的处理方式，我看过太嘴，社会是江湖事，我看过太嘴了嘛。我不管你有没有挪为他用，我不管。但是你台师大就是不希望事情再弄上去，赶快把这些弄小嘛，赶快把事情当作没有就好了，让他这个1年1年不要来教书，这样就好了嘛。到
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1年之后，这些该毕业的毕业了，该离开的离开了就没事了，继续下去嘛。我不懂，还有这里面有没有人获利？一定有人获利，谁从里面获利？减掉要查，谁从里面获利？有谁拿了钱？我讲坦白，学生没有啊，学生拿80块啊，台师大校方，学生拿80块，你们知不知道？是不是学生误解？是不是学生误解？是觉得80块太多还是太少啊？谁把钱拿走了？谁分到钱？查出来，检调单位一定要介入。为什么呢？因为不查不知道里面到底隐藏什么东西嘛。对，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啊，就一场误会干什么嘛？像台师大说的一样，有可能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有可能不得了。哎，国民党呢？国民党一开始也否认了抄这个所谓的名册罢免名册嘛，一查不得了，6个地检署起诉，200-300个人被抓，然后呢几十个人收押嘛，所以这件事情不得了。这件事查下去的话，你看医疗法马上就违反了，对，麻烦违反医疗法了。再后来个人资料保护法，还有这么多，如果还有钱的话，我希望只有国科会的钱。我个人非常希望这件事情就是只有一个国科会的钱，然后呢是一个老师呢太过热心啊，然后呢我希望这件事情只是这样而已，方法不对，太过热心，那很可能没事。但万一不是呢？万一不是的话呢，后面很可怕，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很简单呐，每天抽2管，抽了7年，那么庞大，那么长久，他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如果难道只是单纯的一个 case 这样而已吗？还有另外一件事啦。那么，少儿，你知不知道以前我们台湾的这个校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啊？现在在中国还有，你绝对没听过童子尿，你没听过吧？在几十年前，台湾的校园国小，在男学生国小男学生的厕所，一桶一桶的塑胶桶摆在那个地方，对，他在有计划的收集童子尿，要干嘛用的？在台湾是用来做所谓的绿豆黄，绿豆黄就是把绿豆放在那个竹子里面，把它塞进去以后，把它封起来，让它在里面发酵，要浸泡在大量的童子尿里面，那么做这个所谓的消炎解毒，现在不可以了啊。问题来了，你不要以为很奇怪，为什么？台湾过去几十年，在很多国小未经家长同意、未经学生同意，大量的收集童子尿，然后呢，不好意思，不相信的话，你还去查。中国现在还在搞这个，把大量收集童子尿。你知道中国收集童子尿，在今天的行情，你知道一桶是多少？200人民币啊！我问你哦，哪里可以收集童子尿？校园就可以收集童子尿嘛，对不对？没有经过家长同意，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收集这些钱呐、money 呐。后来为什么不敢再收集了？因为有人把这个事情抖出来了。这些钱业者摆设一大堆要收集童子尿的这些器具啊，钱谁拿走了？里面有没有贪污的问题呀？所以后来台湾才没有看到校园在摆设这个童子尿的东西呀。那么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尿都是这样，尿都已经变成这样，要查办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了，何况是血？血比我们的 DNA， 我们的唾液就有 DNA， 对不对？对，血比唾液的 DNA 更重要，因为血里面可以分析各式各样东西。还可以分离出很多东西，还可以经过更多的这个人要制造更多这个值钱的东西嘛，所以这件事情检调单位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哦，从去年11月就已经告发下去了，结果检方动作都没有。我们知道今年检方很凶啊，该办的案子都办啦，该压都已经压啦，丰原无死案件这一名的李姓团购主都已经被压起来了。这一次他们还不出手吗？对，这件事情也非同小可，因为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来讲，烧很久，而且今年3月其实监察院也立案调查这件事情哦，现在也在等监察院的报告，监察院也都在做了，所以等于说我们司法单位呢，赶快出来吧。今天来讲，立法委员也好，或是很多单位也好，都讲到，刚刚预报也提到，这里面涉及到强制罪嘛，有没有伤害？当然伤害罪是告诉乃论，但强制罪本身就公诉罪哦。然后再来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诈欺的问题，因为你合同这个所谓的同意书当中，到底有没有提到这些事情？还有你接下来把这些东西拿去违反个资法，或是违反其他的议事法，或是违反了什么样的法规？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台师大你真的不能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一手遮天的，不能这样子哦。因为现在来讲，很多家长其实都像我女儿今年也是要读大学的，今年来讲的话，我敢让她读台师大吗？
哎，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抽血啊？哎，每天要抽血，然后搞的这个什么，这个整个身体状况发生问题，为什么要读一个大学要读那么辛苦嘞？所以今天来讲，很多家长都在看哦，台师大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私了的话哦，你可能今年来讲的话，你的很多这个所谓，因为有的还没报到嘛，有的还没那个，所以可能要考虑一下。而且你可以看到哦，你刚刚说的是监委他们今年3月5号要开始申请自动调查，等于是3月份是要来开始，现在已经到7月了，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看。包括台师大的相关声明，还有说什么台师大认为说什么是学生的误解，是外界有误解，他不怕啊，连监委进来我也不怕、啊。而且现在台师大在讲什么东西？如果说教育部退回那个所谓的审查报告来讲的话，他不会重新审查。哎，你讲这话干嘛？你要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那不要把整个100年来的教育啊，整个呢毁于一旦，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来讲的话，大学都在转型，大家都知道，你大学都很辛苦，没有错。问题是你不能用学生的不说卖血啊，哎，80块呢，80块呢，开玩笑，你一个营养品来讲的话，也不止80块吧。所以你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去捐个血，人家就至少还会给你一些提供牛奶啊，提供什么东西的。你今天来讲的话，竟然是给80块，当然不是钱的问题哦。这当中来讲，我们讲说这不是只有钱的问题而已哦。你今天就算退回去给学生这些钱也没有用啦。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里面涉及到公诉罪的问题。这个公诉罪的问题，我想检调赶快要出来调查。而且啊，今天监察院、行政院整个就全部立法院都关切了嘛。对，只是要考4院没有而已。对，其他来讲的话，全部都要一起查这个案子，否则来讲的话没完没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